萧公，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被人误解最多的一个火 C 了吧。一直以来我们谈到萧公，都会说他是一名极致的对单角色，没有对群能力，有对空优势，弓箭锁敌有问题，不适合打蒸发、大招鸡肋等等。但以上几点真的都对吗？其实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的话，萧公最大的优势只有一点，那就是射程。很多萧公所谓的特点都可以简单概括为射程优势。首先，在锁敌方面，其实远程和近战并没有什么区别，萧公能锁的近战角色都能锁，近战角色不能锁的萧公也不能锁。像是黄金王兽，萧公打他其实占不了多少便宜，在空中锁不了敌就是锁不了，但区别就在于射程。当萧公能锁敌打到怪时，近战虽然也能锁，但他打不到，为什么？手太短。还有像是远处的敌人，远程和近战其实也都能锁，但依旧因为射程的问题，萧公能打到，而近战得一路冲刺跑过去打。若是几个怪再分散一点，那画面就是近战角色在跑东跑西，而萧公站在中间就全解决了，顶多就是走一两步，这就是射程的优势。所以近战角色在面对群怪时是非常依赖聚怪手段的，而射程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萧公的聚怪手段。萧公没有对群能力，我只能说只答对了一半。比如说深渊11层第一间的保护地脉，当你只有温敌一个聚怪角色时，萧公其实就是最佳的不二首选。我只需往中间一站，然后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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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件一个，一圈之后敌人就死光了。而这我觉得就是萧公的对群能力，这就是射程所带来的优势。什么时候这个优势会消失呢？只有当群怪一个一个都很肉的时候，又或者说有带盾的敌人的时候，那么这时候弓箭手只能一个一个解决敌人的问题，就会被放大，射程优势所节省的跑动时间也会被缩小并超越。毕竟弓箭不像近战的武器，一次攻击能打到多名的敌人。不过这点可以通过队友来缓解。而面对血量都不是很高的群怪时，萧公2箭就能解决一个，射程的优势就被放大。毕竟跑的肯定没有射的来得快，所以萧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对群能力的，只是得看情况。然后依旧是射程，在我们面对一些有多动症的怪时，近战角色会打得非常痛苦。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雷音权限，近战角色得追着他砍，而且砍着砍着怪就跑了，又得重新追过去替人砍。雷音权限又是 BOSS， 又控制不了，就很难受。然而有射程优势的萧公就没有必要担心这个问题，任你怎么跑，反正我都 A 得到。这里的射程相较于近战角色而言，就相当于是控制效果了。把以上2点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射程能带来更安逸的输出环境，这是关于萧公我最想说的一个点。然后是打蒸发的问题，经常可以看到有人说萧公不适合打蒸发，更适合打纯火，因为萧公的蒸发率低。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蒸发队一定比纯火队更优。萧公一轮普攻有7件，假设怪头上一直有水，萧公能稳定蒸发，那么一定是1、4、7件能打出蒸发，不管你打多少轮普攻都是1、4、7，这是由计时器和计数器共同决定的。按照3%来算的话，是 42.9% 的蒸发率，但其实这样算并不准确，因为每件的倍率是不一样的，所以考虑上倍率的话，真正的蒸发率应该是 53.9%， 其实是过半了的。而且在我们优化手法之后，即从7件加闪避加7件加闪避加7件的循环手法，变成4件加闪避加7件加闪避加7件加闪避加7件的手法，是可以打出3、4、7件的蒸发的。此时蒸发率会变成 61.6%。不过这个手法必须得有云锦6命的攻速加成才行，而且即便有了该攻速加成，也只是能勉强做到，起码我自己是试了几次才成功的，需要比较极限的操作。所以对于平民玩家和非竞速玩家而言，我还是更推荐第一种。综上所述，萧公的蒸发率其实不低，是适合打蒸发的，并且在有了夜兰之后，蒸发队的伤害是绝对优于纯火的。除了说萧公不适合打蒸发以外，还会有另一类人，他们觉得萧公的攻速很快，所以上火频率很高，醒秋或夜兰是压不住萧公的火的。对于有这样理解的同学，我真的是有点懒得去解释了，建议去复习一下究竟何为元素附着，何为元素附着 CD。 然后是萧公的大招，萧公大招对萧公究竟有多少的提升呢？首先从伤害层面来说，我就直接说结论了，萧公大招打满的伤害只占萧公总伤害的 10% 左右，是不同队伍搭配伤害的占比会有所浮动，说高不高，说低呢也不低，但这只是理想的情况。就我个人体验而言，萧公的大招伤害在实战中是几乎不太可能打满的。
然后是辅助能力的层面，有固有天赋5，在释放大招之后，萧公会提高全队角色的攻击力，攻击力的提升程度与固有天赋4的叠层高低有关，最低10%，最高20%。从这个天赋的效果其实看得出来，策划是鼓励我们在萧公战绩持续时间结束之后下场时放大的，也就是给队友和自己的大招加上的，可以简单理解为一个四宗式的效果。结合以上2个方面来看的话，萧公大招能放肯定是最好的，但不放其实也是可以接受的。至于到底怎么选，还是得看摄影物穿什么。目前萧公最佳的摄影物选择是追忆和余响，假如选择的是4追忆，那么能量对萧公来说就很重要了。为了保持至少15点能量的需求，我们得适当的选择放弃大招，甚至是不释放大招。但假如你选择的是余响呢，是可以毫不犹豫的释放大招的。那么说来，余响套是不是就一定比追忆套要更好呢？不是的。首先，追忆和余响的区别只在于4件套的效果。追忆虽然有能量的限制，但只要我们稍微的控制一下，4追忆50%的增伤完全是可以稳定吃到的。而余响套的效果就不可控了，虽然没有前置条件，但它是概率触发的，我们不能保证它能触发在哪一件上，也不能保证它触发多少次。所以假如我们打蒸发的话，就多少有点难受了。1、4、7件触发了，那就是赚到了，但若不是，那就是亏了。总的来说是上下限比较大的圣遗物，看脸。然后说一说暴击率的问题吧。我发现很多人会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他觉得攻速快的角色不太需求暴击率，他觉得反正攻速快，我只要爆伤堆高一点，只要我能爆到1下，那我就赚到了。但事实是反直觉的。最简单的例子，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也都学过，样本基数，像是掷硬币，在样本基数小的时候，实际概率与我们的期望概率会差得比较大。比如我抛1次是正面的概率，它可能是0，也可能是100%；抛2次也可能是0，抛3次也可能是0，抛10次有可能还是0。但在样本基数无限大的情况下，那抛出正面的概率一定会无限趋近于50%，实际概率会无限趋近于我们的期望概率，而这里的正面的概率就相当于是实际暴击率，样本基数就相当于射出去的件数，反映的是攻速。攻速越快，射出去的件数越多嘛，射的件数越多，就越趋近于实际暴击率，所以攻速越快的角色是更吃暴击率的。所以萧公的暴击率越高越好。圣遗物我也会更推荐暴击头，其他部位选择攻击沙漏和火伤杯。武器方面，5星飞雷、东极、天空落水，4星弓藏，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选择，那就是3星的弹弓。弹弓强就强在它的武器效果以及高额的暴击加成，是非常契合萧公这类速射弓的，就是白值有点太低了，不过可以用班尼特去弥补。在武器的选择上，也不要盲目的去选择5星武器，除了飞雷之外，满金弓藏会是更好的选择，还有弹弓的实力也会超乎你的想象。关于萧公的队伍搭配，首先我建议绑定钟离，也就是盾斧。萧公的身板实在是太脆了，随随便便来个攻击都可以打断正在射箭的萧公，一旦被打断就得从头来过。而萧公尾箭的倍率是最高的，所以对萧公而言，能不能打完一套完整的普攻是很关键的。盾斧有无敌的抗打断，所以是萧公的最佳队友。最推荐钟离，因为可以与云锦组双岩，而且盾也厚。然后在这里我建议钟离走血牛流，不要走深岩爆的流派了，不然盾真的顶不太住。而且现在元魔的伤害我感觉是变高了的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被钟离养废了。我自己现在不论玩什么主 C， 都已经把钟离从深岩爆换成了深岩深，41500的血，感觉是好多了，而且伤害也差不了多少。说回萧公，除了盾斧和萧公，我们还剩下2个位置，这2个位置可以选择叶兰或是行秋、云锦还有班尼特，其中任意2个。选择云锦班尼特就是玩纯火，选择叶兰班尼特又或是叶兰云锦就是玩蒸发队。首先关于纯火队，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呆的。阵容方面是3保1，只有萧公一个输出点，突出一个低容错，然后整体的破盾能力也很差，对环境的要求很高，更适合打单体的 BOSS。蒸发队，在说蒸发队前，先说为什么这3个角色适合萧公吧。首先是叶兰、行秋，这样定位是一样的，我就直接用叶兰举例了。叶兰对萧公最重要的加成就是挂水以及剑雨不俗的伤害。首先挂水很稳定，所以关键点是剑雨。叶兰的剑雨是需要普攻才可以触发的，在众多的火 C 当中，可以说只有萧公是全程以普攻作为输出的，其他的火 C 要么会穿插重击，要么会穿插战技。对于1秒1次剑雨来说，只有萧公是可以几乎打满剑雨的伤害的，这是其他火 C 做不到的。萧公是最佳的剑雨发射器，同时叶兰也能满足萧公的挂水需求，所以2者
算是相辅相成。满命云锦和班尼特对萧光的加成其实都差不多，云锦6命能加 12% 的攻速，直观体现在萧光能多打出2到4发的火箭，具体多几发主要看你的手法。萧光正常情况下在战绩的持续时间内是可以打出至少3轮普攻的，也就是7+7+7，极限一点可以多打2件。这里我试了很多次，只用通常手法的话，不论是穿插闪避还是一直 A，3轮普攻才是最常出现的结果。有了云锦6命呢，一直 A 的情况下就变成了7+7+7+4，如果穿插闪避则有可能变成7+7+7+2，可以多出来2到4发，这就多出来了起码1次的蒸发，在10秒的战绩持续时间里可以多打10多万的伤害左右。在加伤方面，云锦是固伤加成，每件给的加伤都一样，班尼特是按角色倍率来算的，角色倍率越高的攻击，班尼特给的加成就越大。总体来说，加伤方面班尼特会更好一点，但考虑上这12%的攻速的话，那可就不一定了。总之，选一个你更喜欢的就行。然后云锦的培养难度是要比班尼特大得多的真心想要练好的话，是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成本的。有能力的话，我是建议拉到90级的，因为云锦是按防御力加伤的，80级突破到90级，穿上圣遗物后能多出100多点的防御力差距，所以能90是最好的。然后班尼特的这个6命 15% 的火伤，虽然写的是只对近战武器的角色生效，但实际上只要在圈内的角色都是可以吃到的，只是远程武器不会有火附魔而已。就我个人而言呢，我还是会更倾向于班尼特。云锦练度一般是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班尼特可以给怪挂火，这样叶兰的洛密斯就可以用来打蒸发了，也算是一波伤害不俗的小爆发。在操作手法方面，其实需要注意的点不多，就是如果你选择叶兰班尼特的话，假如叶兰有 E， 那就班尼特先大，但假如叶兰没有 E 呢，那谁先大都无所谓，之后切萧攻 AAA 即可。因为萧攻的普攻是会自动后退的，所以我们每打完1轮普攻，最好冲刺调整一下站位，同时也可以让自己时刻保持在班尼特的圈内。假如是云锦叶兰的话，则不太需要考虑两者大招释放顺序的问题。除了以上配对之外，还有萧攻的樱花武装，也就是北斗、行秋、班尼特，其中行秋是不能换成叶兰的，因为这盾没有盾，北斗1命的盾算1个，但盾量不高，所以行秋关键的抗打断还是很重要的。北斗是为了提高萧攻的对群能力，行秋是为了上水和感电，班尼特则是为了加攻和奶，三者目前来说是没有替代品的。这套阵容怎么说呢？一般都是拿出来对群用的。对单的话，北斗大招的着雷会被浪费，还不如小艾米。在输出方面，只要不是高压环境，算上北斗和行秋的减伤以及抗打断，北斗1命的护盾是够用的了，算是对群特化队伍。还有像是夜宵万般这些无盾阵容，我就不推荐了，建议操作党自行尝试。最后，其实去年我就已经出过萧攻攻略了，本期做野萧攻的复刻攻略，我还是以分享个人经验和更新队伍搭配为主。对于萧攻的技能细节点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我去年出的萧攻攻略视频。总之，关于这期视频的内容就是这样了。所以说，抽取建议吧，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火 C 的呢，就别犹豫了，赶紧抽一个吧。然后，假如你是喜欢安逸的同学，图省事，那我也建议抽一个。不说别人，就说我自己，从去年到现在，除了永动队之外，萧攻在我深渊的使用率已经一步一步变成最高的角色了，没别的，就是安逸简单。有些队伍虽然很强，但就是不好用，还是萧攻适合我。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有帮助到你呢，还请别忘了点个赞，支持一下UP主。我是思凡，我们下期再见吧。